大家好，我是爱说真话的 Tiger。前段时间 ，OPPO 首席产品官刘作虎在微博一分享样张的形式，对即将发布的 Find X6 系列进行预热，引得不少用户的好评。没想到几天后，张老板再次转发了这条微博，并告诉大家，其实这还只是 Find X6 系列中标准版的样张。这不仅引起了大家浓厚的兴趣，在以往的印象中，旗舰的标准版在影像、性能等体验上和超大杯都会拉开不小的差距，以确保超大杯产品的销量。而此次的 Find X6 系列，张老板更是宣称标准版也要能打巅峰赛。那么此次 OPPO Find X6 的具体体验如何？到底值不值得买？又值得哪一类用户购买？接下来 Tiger 来为大家一一解答。超光影3主摄是标准版也是影像旗舰。首先，咱们就来看看 OPPO Find X6 的影像部分。硬件配置上 ，OPPO Find X6 搭载了超光影3主摄，具体来说，分别是5000万像素超广角镜头、5000万像素大底广角，以及一颗 Pro 系列同款的超光感潜望长焦镜头。从硬件规格上看，将其称为影像旗舰也不为过，尤其是那颗超光感潜望长焦镜头，更是可以和顶级影像旗舰的长焦镜头掰掰手腕。除此之外 ，Find X6 还搭载了 OPPO 全新的超光影图像引擎算法平台，与超光影3主摄硬件进行深度融合。在自然光环境下 ，OPPO Find X6 的这颗广角镜头表现不错，整体对于环境色彩、光线的还原十分到位。尤其是第一张逆光环境下拍摄的教堂 ，Find X6 并没有通过算法将逆光部分过度提亮，也没有让画面出现死黑的情况，而是选择的牺牲一部分极亮或极暗处的细节，来保证整张照片的光影效果。夜景环境下 ，Find X6 的这颗广角依旧秉持着尊重真实的影调风格。第一张在夕阳西下的金色时刻拍摄，还是能看到画面中建筑的细节以及天空淡粉的色彩。第二张完全日落后的样张，虽然依旧保留了不少暗部细节，但不同于夜视仪风格的是，可以很直观地感受到夜景的环境。接下来是 Find X6 的超广角部分，三星 J1 传感器相信很多朋友并不陌生，这也是一颗常被用在主摄上的高素质传感器。通过样张来看，这颗超广角镜头可以记录下更加宽广、开阔的画面，并且在5000万像素的加持下，在画面细节上也相当丰富。另外，在超广角拍摄中被广为诟病的画面畸变问题上，控制的也不错。最后我们看看这颗与 Find X6 Pro 系列同款的超光感潜望长焦镜头，采用了目前主流旗舰主摄同款的 IMX890 传感器，等效焦距是常用的中长焦段。在实际体验中，这颗 IMX890 传感器的确给 Find X6 带来了十分不错的长焦端拍摄体验。值得一提的是，为了覆盖日常最常使用的3倍到6倍焦段， OPPO 在 Find X6 上通过选择长焦传感器中央1200万像素的区域，在高像素模式下植出一个6倍长焦照片选项，配合长焦超分算法，带来了媲美光学变焦的拍摄效果。这种成像原理有点类似于 iPhone 14 Pro 系列上通过选择4800万像素主摄中央1200万像素的区域来植出一张2倍的照片。从我们实际拍摄体验来看， OPPO Find X6 上的6倍长焦丝毫不输一些影像旗舰上的5倍光学变焦镜头，并且相较于这些影像旗舰， OPPO Find X6 还拥有旗舰级的3倍长焦体验。最后还有一个细节， OPPO Find X6 从 0.6 倍到1倍到3倍到6倍的4个焦段，在成像风格和效果上基本一致，不存在从广角切换到长焦后画面风格大变的情况。总的来说， Find X6 的3颗镜头都有十分不错的成像表现，无愧于超光影3主摄的名头。 Pro XDR 显示，光影质感在升级。聊完 Find X6 的影像体验，咱们紧接着看看屏幕部分。OPPO Find X6 正面搭载了一块 6.74 英寸微曲屏，支持40到120 Hz 5档智能刷新率，分辨率为2772×1240，也就是俗称的 1.5K。 同时这块屏幕还支持11色显示和 Pro XDR 显示。何为 Pro XDR 显示？从实际的体验来看，就是可以让照片高光的部分亮度更高，进一步提升整体照片的光影质感，从而更加接近真实的动态范围。看完了屏幕，咱们再来看看机身背面。首先吸引人目光的自然是 Find X6 的影像模组， OPPO 官方称其为环宇设计。环宇镜圈内搭载了3颗5000万像素大底传感器和闪光灯，并印有 Hasselblad 与 Powered by Mary Silicon 的 logo。除去影像模组和机身下方 OPPO 的品牌 logo 外，机身背面并无其他多余的点缀，显得落落大方。来到机身侧边，左右两侧分别对应着音量键和电源键，机身顶部和底部排布着 Find X6 的双扬声器、红外传感器、Type-C 接口以及 SIM 卡槽。
机身配色方面 ，Find X6 带来了3套全新配色，分别是飞泉绿、雪山金以及星空黑。其中飞泉绿和雪山金配色采用了类似于金属质感的磨砂玻璃材质，星空黑配色则是镜面玻璃材质，更加顺滑。手感方面，3款配色都为207克的重量，厚度为 8.96 毫米，掂在手中并不会有坠手感，相当圆滑，这也符合绿厂一直以来对于产品设计手感的追求。天玑9200旗舰新，同平台下性能更强，功耗更低。目前市面上绝大多数的影像旗舰，在性能方面的配置往往是塞进一颗旗舰级的SOC，再搭配上够用的内存和闪存配置，基本不会对性能有什么特别的优化。而此次的 OPPO Find X6 不仅搭载了联发科最新的旗舰级SOC天玑9200，更是给到了满血版的 LPDDR5X 内存加 UFS 4.0 的存储配置，这已经和当下很多性能旗舰、专业游戏手机的核心硬件配置一致了。另外，为了进一步提升这套满血性能铁三角的上线水平， OPPO 在 Find X6 上加入了 ColorOS 超算平台。简单来说， ColorOS 超算平台可以让 Find X6 的性能释放更加强劲，同时功耗水平更低。口说无凭，咱们跑个分看看。相较于目前市面上其他搭载天玑9200的产品跑分来看， OPPO Find X6 的成绩的确更加出彩。在 ColorOS 超算平台的加持下， CPU 和 GPU 部分的成绩均有明显提升。满血版的 LPDDR5X 内存加 UFS 4.0 的存储配置，在跑分成绩上的优势也有所体现。80瓦加4800毫安时，安心用1天的续航体验。最后咱们看看 Find X6 的续航表现，这是一项被很多用户忽略，但又对日常体验影响较大的内容。续航配置上， OPPO Find X6 搭载了4800毫安时电池加80瓦超级闪充的组合，体验还是相当不错的。首先是快充测试，从零到完全充满 OPPO Find X6 耗时37分钟。我们也注意到 Find X6 在前20分钟的充电效率比较高，10分钟可以充至 43%，20 分钟时就能充入70%的电量，后续的充电过程比较缓慢。考虑到可能使用涓流充电的形式，尽可能将电池充到最佳状态，还是可以接受的。续航方面，在25摄氏度室温环境下，将手机音量、屏幕亮度各设置为 50%， 关闭蓝牙、定位、连接 WiFi 网络。对 OPPO Find X6 进行测试，经过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，最终 OPPO Find X6 剩余电量为 52%， 在当下主流旗舰中算是一个很优秀的水平了。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正常使用1天续航没压力。看到这里，相信大家对于 OPPO Find X6 的硬件配置和实际体验有了基本的认识。作为 Find X6 系列中最基础的标准版产品， OPPO Find X6 不论是全新的环宇设计、超光影3主摄，还是性能释放上的表现，都是令人满意的，甚至比起市面上的一些超大杯产品，都具有一定的竞争力。结合 Find X6 的起售版本和定价来看，此次的 OPPO Find X6 量大官保，颇具诚意。对于预算只有5000元以内的用户来说，这可能就是你在这一价位段能买到的综合体验最为全面的旗舰产品。那么问题来了，你对 OPPO Find X6 的测试结果满意吗？欢迎评论区告诉我你的答案。想了解更多数码资讯，记得关注我们的频道。我们下期再见。